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它在低地轨道 （low Earth orbit），高度一般是在飞行高度一般是在200到500公里。它能够有能力频繁的调整轨道，包括高度、倾角、速度，这叫轨道机动能力。轨道的变化会打乱这个雷达和光学跟踪系统，很难让它识别到它的位置。它不像卫星有固定的轨道，是类似于航天飞机，可以变轨，增加追踪难度。它的体积长度只有8.9米，我操，大概也就是我3、4个电动车、2个汽车的大小。雷达反射面积小，使它的这个目标尺寸受限，尤其是在远距离的时候，它的那个雷达回波信号、返回的信号会非常的弱，加上轨道的高度特别高，难度特别大。飞行速度大概是在7.5公里每秒。如果是用雷达或者光学系统来拍的话，这个拍摄的间隔就非常小。大家想一下，要用多大的相机才能够拍到那个快门才能够拍到它？这个东西它没有明显的尾焰信号，用了一种新的燃烧材料，不像导弹那样有明显的热信号，很难被那个红外系统发现，检测不到热信号。然后同时做了这个电池和隐身设计，能够减少雷达这个截面的材料和结构，更难被发现。一般像地面的雷达系统，还有嗯，会被这个低轨目标会被地球的斜率遮挡，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观测到。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变轨的话，就会延长它这个被发现的时间。当代军事世界的最大谜团之一就是这个航天飞机的真实用途，情况有些特殊。虽然它是被列为机密，然后它的存在也并未被否定，而反而是通过反反复复的照片和视频向全世界公开，多次发射过程也被公开传播。这个行为就很奇怪，是不是在迷惑对手？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还有其他类似的，比如说51区，在2013年才被 CIA 承认是这个51区是在美国内华达州空军基地先进的飞机，比如说 U2、SR-71秘密研发测试，还有 UFO 阴谋论都是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也有类似于这种开放式秘密，就是它的核武的模糊政策，政府从未公开过，所以就是这个模糊政策。然后是关于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它大概是航天飞机的1/4比例，那应该也就是前面说的8.9米还是9.5米，无人驾驶的，带有货舱，能够在轨道停留至少270天以上。目前已经知道的是，已经停留了779天，已经完成过5次任务，第6次任务正在进行之中。它可以从货舱发射小型卫星，然后其他能够装什么东西就还是机密。能够将这些荷载带回到地面进行研究。进入到太空之后，它每秒的速度大概是5英里每秒的速度。已知的3种型号有小一点的37A，更大一点的37B、37C。37C 还在建造，据说是在，而且能够飞到更高的轨道。这个东西叫做轨道测试器 （OTV），可以由那个 Altus V 或者是这个 Falcon 9火箭发射，能够返回。从这个回收的视频上面看，关于这个飞机有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地面人员在从视频上面看接触它的时候是穿了防护服的。为什么要穿防护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08年美国卫星叫 USA-193被击落的时候，2006年发射以后失联这颗卫星，然后美国海军使用了一枚 SM-3的导弹，在卫星返回大气层之前将它击落。官方理论是因为它会含有毒的这个叫做联氨燃料罐，对地面造成危害，大概有1000磅的动态磷造成严重威胁，稍微接触是剧毒的，稍微接触就会导致呕吐、抽搐、昏迷致死。所以说，这个飞机大概率就是用的一种就是用的这种联氨材料，需要穿全套的防护服。科学家只是不想死而已。
链氨叫 hydrogen 是一种无色剧毒的液体混合物，常被用为航天器的单组元或者双组元推进器，好像是低速推进的，能够在催化剂的作用下高效分解产生推力。剧毒腐蚀性处理时需要极度谨慎。然后是解释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官方解释是一个实验性的实验载具，主要有2个目标，一是可重复的航天技术，另外一个是搭载能够返回地球后被取出的实验设备，在太空里面做实验。这些实验的东西包括霍尔效应推进器，是一种离子推进器，用电磁和磁场加速惰性气体，比如氙气产生推气。相比传统火箭，推力小，但是效率高，适合长时间的轨道机动。还有碳纳米管，极高的强度、极低的重量和优质的导电导热性能，是航天领域潜在的材料。超材料，人工设计的复合结构。负折射率，在天线应用中，超材料可以使天线更小、更高效，波束更灵活。官方说这么多，但是美国有一部分预算是没有对外公开的，是保密的，这个叫做黑预算。大部分推特就是说，需要将一些东西进行太空武器化，这个东西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在此背景下，阿尔马兹安泰公司负责人叫杨诺维科夫，他推断美国正在迅速打击地球，声称五角大楼正在发展能够让美国迅速打击地球上任意目标的技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技术。这个翻译里面说到，最大的优势在于反应速度快，全球打击能够改变轨道。这个东西可以利用近地点的大气层进行轨道调整，使观测者在一段时间无法察觉到它的新的轨道，然后为它的秘密行动提供窗口。这个人声称这个东西可以搭载3到6枚核导弹，到2025年，计划大概拥有8个这个航天器，一个能够搭载6个核弹头。然后这个人说，基本上是俄罗斯的弹道系统无法被探测到的。武器化的航天飞机用途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也就是1950年左右。苏联解体之后，许多的项目被解密，其中就包括螺旋计划。螺旋计划是由一架超高音速的母机在空中发射，然后释放点火这个运载火箭，将小型航天器送入太空，并且能够返回跑道的一个着陆系统。该计划在1950年提出，1960年进行了亚尺寸的实验，并提出了载人的版本，当时是载人的版本。螺旋计划的军事目标包括拍照和无线电情报，通过发射核弹头的导弹摧毁航母，以及对敌对卫星进行侦察和摧毁。有多个变体，第一个是侦察型，第二个是雷达天线的跟踪型，第三个是携带太空对地导弹以及小型核弹头为攻击手段的轰炸版本，第三个是以太空为目标的战斗式航天器。所以有1、2、3、4个版本。螺旋计划按照现在的估值，当时花了55个亿，然后就暂停了。苏联随后进行了无人的版本和有人的版本，有人的版本是叫做 MIG-105，但是亚尺寸的版本多次以坠毁告终。1970年，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下令将螺旋计划转入到暴风雪计划。暴风雪计划是苏联对美国航天飞机的回应。暴风雪计划是和美国的航天飞机相似，但自动化程度更高，能够实现无人驾驶和轨道飞行和着陆。它在1988年成功飞行过一次以后，苏联解体而告终。这个暴风雪计划是能够实现武器化，在它的目标设想是在5到7分钟之内轰炸美国。美国这边也展开了类似的这些发展。NASA 的 HL-20成员发射系统正被构想为一个低成本、更安全的跑道着陆，用于轨道救援和卫星维修的方案，但建造了一个模型以后就被取消了。HL-42是 HL-20的放大版本，也被放弃了。
HL-20的生力体设计，也就是没有机翼的设计，在 Dream Chaser 得以继承。后者的目标。1990年代中期，波音 Phantom Works 为 X-37建造了 X-4540的版本，一个更大一点的版本，作为技术示范。在1998年完下一次下落实验以后，就转交给了 NASA。还有一个部门叫做 DARPA， 在同一时期也启动了 X-41的项目，一款据称可以携带1000磅载荷，并且在大气层中释放的机密军用航天飞机，但没有公开的照片或者详细的阐述。X-41后来作为了这个叫Prompt Global Strike PGS 框架下的 Falcon 项目中的一部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DARPA 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叫做负责研究军事用途的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技术。生力体是个什么东西？生力体就是没有机翼的，前面说过了。然后这个 PGS 的中文叫做全球快速打击，一个美国的军事概念，旨在开发能够在1个小时之内使用常规武器对全球任何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再来说说这个 PGS， 也就是全球快速打击和超高音速飞行器。什么是超高音速啊？一般就是说音速的5倍，就是5马赫。在此速度下，空气动力学效应、材料控制和低速飞行都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超高音速滑翔体，是一种不带动力，由火箭助推到极高高度和速度之后，在大气层的边缘上面进行远距离滑翔飞行的武器。其飞行弹道难以预测，对现有的反导系统构成巨大的威胁。PGS 的目标是在1个小时之内对世界上任何一地点投送一枚常规制导武器，和传统反应时间通常是以天计或者是周计的，这个是以1个小时计。作为 PGS 的一部分， Falcon 项目保留了保密的 X-41与超高音速技术飞行器 HTV-2。 HTV-2 是一款实验性超高音速滑翔体 HTV。 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超高音速滑翔体，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0马赫的速度，相当于是在50分钟之内覆盖15000英里伦敦到悉尼的距离。HTV-2 进行了2次飞行，但是都失事了，不过收集了很多质量。俄罗斯服役的这个超高音速滑翔体叫做 Vanguard， 由运载火箭发送至亚轨道顶点，大概是62英里的位置，然后滑翔至目标攻击点。弹头可以是核弹或者是常规弹药，公开的图像不存在。俄罗斯公布了动画声称其能够设计基础源于俄联时期的螺旋计划。西方分析人士认为Vanguard 能够为气型或者航天飞机的结构。它的速度，俄罗斯称Vanguard 的速度是在20到27马赫之间，能够改变速度和方向以规避这个导弹防御系统。至少需要50枚 SM-3， 我们前面说过击落那个 USA-193 的那个卫星的，就是这个 SM-3 的导弹，方可以击落1枚这个 Vanguard。 超高音速武器仍处在发展初期，并且尚未得到验证。说完这个 HTV-2 和 Vanguard 的这个超高音速滑翔体，我们说的这个东西 X-37B、ABC， 不管它是 A 还是 B 还是 C， X-37的雄心不止这个超高音速滑翔体，其潜在的影响更具有破坏性。X-37的项目始于1999年，最初作为波音 X-40的1/20的缩放衍生品，曾被视为救助国际空间站遇难宇航员的候选返回舱的项目的选项之一，但是最后被联盟号担任了。X-37的项目始于1999年，是作为波音 X-40的缩放衍生品缩小的一个版本，曾被 NASA 视为国际空间站遇难宇航员的候选选项之一，但是最后选用了联盟号来作为救援这个宇航员。X-37最初是被设计作为一个备载体的，类似于布朗是被一个巨型的火箭携带，它是配套的一个航天飞机。X-37最开始也是作为一个配套的航天飞机，但是在2003年哥伦比亚航天飞机事故以后， NASA 就放弃了它的有翼返回体版本。DARPA 在2004年接手X-37的项目。
如果X-37作为一个侦察平台，它可以对国家或者卫星进行监测，甚至能够摧毁卫星。它能够从任意群角进入轨道，然后对全球区域进行侦察。卫星轨道是可以预测的，但是X-37的轨道有变轨能力，能够在侦察或接近其他卫星进行拍摄或者干扰的时候能够更加灵活。美国否认X-37B 是一个武器平台或者是核武运载工具，但这种否认在既不确认也不否认的特定情况下，就是显得很模糊。哥伦比亚航天飞机事故03年发生的，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地球途中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是因为有隔热泡沫脱落击中了机缘边缘，导致高温入侵。然后说到那个救援宇航员的联盟号，联盟号是俄罗斯研发的载人飞船，1967年首次载人飞行来，一直飞行至今。联盟号是运送宇航员返还国际空间站的唯一工具。在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自载人龙飞船服役前，有一段时间就一直是依靠这个联盟号。除了核武器的推特之外，X-37还能够搭载动能武器。什么是动能武器呢？俗称来自天堂的钢棒。自冷战时期的构想，能够像一个电线杆一样长度的物质的抛物体从太空轨道上面丢下来到地面掩体。这个太空物棒的破坏力可相当于一枚小型的战术核导弹，但是不会产生核辐射，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武器。动能打击难以预测，没有像洲际导弹那样的发射预警，也没有热信号我们说过的，而且反应时间更短，从太空到地面只需要12到15分钟完成。PGS 的目标是实现1个小时之内的精确打击。X-37有可能在非正式层面上成为该倡议的一部分，成为这个 PGS 的一部分。NASA 的宣传图片曾经展示过 X 机型。美国空军也指出，X-37主要是用于侦察太空轰炸机或者军事卫星投放系统等应用。最后做一个总结，X-37它已经有飞行6次了，可能是用于侦察，也可能用于卫星部署或者维修，也可能是这个 PGS 全球快速打击中的隐藏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搭载这个动能武器或者是隐蔽核投送系统更具破坏性的一种能力。历史项目，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螺旋计划，还有布朗计划，当代的超高音速系统和滑翔体，这个 HTV-2，还有 Vanguard， 以及美国的一些机密项目X-41还有 Falcon， 都展示了航天飞机与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一种兴趣爱好吧。模糊性，无论是有意的还是被动产生的，都让对手难以琢磨其真实意图，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价值。战略模糊，这个是一种外交和军事策略，其故意对自己的真实意图或能力保持不明确的立场，这样既可以增加对手决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从而起到威慑作用，同样也可以对自己保留最大的行动灵活性。X-37就是这么一个东西。